重复结构呢，主要是作为回圈控制之目的功能。在 Python 里面呢，有2种用于回圈控制的指令呢，分别为 for 回圈跟 while 回圈用这2种。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for 回圈。for 回圈呢，它要被称为这个技术回圈它是一种重复结构中常用的回圈模式可是这边的讲法不是那么正确为什么？因为呢，在 Python 语言里面中的这个 for 回圈的指令更相近于其他程式语言的这个 for each 的用法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回圈指令里面呢，它会去便利每一项项目元素，就是说我们会跟它提供一个资料集合，在这个资料集合里面会有非常多的项目，或者说我们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元素，它会把这个元素一个一个把它拿起来看其实应该讲一个一个把它拿起来去做使用。因此呢，我们为这个 for 回圈去提供一个可便利的资料集合，这资料集合指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容器形态。好，那我看一下这个 for 回圈的概念结构。要使用 for 回圈的话，当然你要给它这个 for 这个关键字。接下来呢，在后面不是给它资料集合，而是要跟它讲说，我们会定义一个目前资料的一个变数名称，然后在什么地方，在我们这个资料集合里面。所以它的用法会是 for 关键字搭配目前资料 in 我们的资料集合。那后面呢也是一样，记得要加一个这个冒号，在这个冒号之后呢，就是属于我们程式码区段，所以程式码区段要做什么事情？做4个空白的推进就是4个空白的缩排。好，那在这里面呢，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目前资料？因为我刚才讲到，它在里面呢，它会把这一个资料集合里面的元素或者资料集合里面的项目，一个一个把它拿出来，它拿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目前资料。好，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便利的这个程式码区段里面，要知道说它目前到底这个索引在什么地方，或者它目前拿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我们就看我们这个定义的这个目前资料这个变数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实际上来看一下这个印出连续数字的案例首先呢，我们在这个 range 这个关键字里面去指派一个这个数字清单，我们用的是串列清单，所以在里面我们就把数字写上去，例如说1、2、3、4、5，就把它写上去。所以我们这个 range 就等于这个中括号这个串列清单1、2、3、4、5。接下来我们透过这个 range 来去建立我们这个回圈程式码区段，并且将目前的循环资料把它这个命名为这个 number。所以它的做法应该怎么样？首先它会有一个 for 的关键字，然后呢，我们每一次在这个 range 里面的东西都把它叫做 number。好，然后呢就会变成 for number in 我们的 range。好，那后面记得这个冒号不要省掉不要忘记。好，然后呢，在这个循环的程式码区段里面，我们就把这个 number 印出来，我们试看看它到底会拿到什么东西。那这个呢，我们也是直接进到我们电脑画面上进行操作。那首先呢，我们也是先把 VS Code 打开，好，把 VS Code 打开。打开完之后呢，我们不是直接开启程式码或者是直接开启文件，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先把资料夹工作资料夹打开。好，所以我们就选择档案，然后呢开启资料夹，然后找到我们工作资料夹，目前是在桌面上的 pywork， 然后选择资料夹把它打开。好，那我们在上面的之前的案例里面已经做到 ES04 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我们就再新增一份文件输入 ES05。点 py。 那我们这个案例呢，就是要做这个透过这个 for 回圈，然后呢把我们这个一组串列清单把它印出来。所以首先呢，我们先定义我们这个 range range。那这个这个它本身是一个关键字不过我们现在先把它当做变数使用所以呢我们就给它印塞一组串列清单例如说用中括号里面带1、2、3、4、5。好，我们后面呢会直接使用这个 range， 因为 range 它本身是一个方法它本身是一个方法，只是我们现在没有把它当方法使用我们是直接把它当做变数下去做使用。好，那假设我们现在已经设计好一个这个 range 这个变数了，那我们在里面呢放上1、2、3、4、5。接下来我们想要透过 for 回圈把里面每一个元素实际上把它拿出来看一下，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这要做的方式呢，就是首先我们先用 for 关键字，然后要去定义出某一个 icon， 或是它是一个 element， 或者是它是我们像目前的目标叫做 number number。 好， number 在谁身上？印谁身上？印在我们这个 range 身上range1。好，那基本上这一段大致上就完成了它的这个
序数句啊就完成。可是不要忘记哈，一定要加上冒号哦，加上这个冒号去做收关。当你有补上这个收关符号，按下 Enter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自动的帮你去补上什么东西，4个空白的推进或者4个空白的这个缩排。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是它回圈的程式码区段。这个区段里面，好，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写说，它现在目前会进到某一个回圈哦，例如说的目前的循环。好，那什么叫目前的循环？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说我们现在直接去执行的话，我们先执行看一下它的效果哈。执行，好，也是一样，选择 F5，当它执行之后呢，我们选择这个 Python file。好，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循环会出现1次，好，出现2次，好，出现3次，出现4次，出现5次。好，这5次到底是哪5次？到底是哪5次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什么东西给印出来？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 number 给印出来，好，把这个 number 给印出来。所以目前的循环呢，这个地方呢，我们采用这个格式化的方式哦，所以在我们的字段前面加上 F， 然后在这里面呢，使用大括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变数放进去。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个变数叫做 number，number， 好，把它放进去，好，然后再执行一次。好，当然不要忘记执行之前要先储存哈，然后再按一下 F5。好，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像目前的循环1、2、3、4、5，它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这个大括号里面的 number， 这个 number 是一个变数。好，这个 number 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是这个地方被定义的，可是这个 number 它1、2、3、4、5从哪里来的？它就是从这个 range 里面来，因为这个 range 里面它放了什么东西？它放了1、2、3、4。如果你把它倒过来放呢？5、4、3、2、1，好，把它存档，再执行一次。你会发现说，它的目前循环就变成5、4、3、2、1，为什么？因为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它是属于 for each 的用法啊。for each 就是说，它会一个一个拿出来在每一次回圈里面，每一次都会把它拿出来。好，那假设啦，我们不要把它叫做 number 了，这时候我把里面改成什么东西？我们把它改成文字，把它改成文字。好，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里面把它设定成 A， 好，把这个设定成 B， 好，把这个设定成 C， 好，把这个设定成 D， 然后这把它设定成 E。好，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呢，它 for number in range 好像是它从里面取出来的每一个东西，把它叫 number， 所以这个字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好看的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直接把所有 number 换成 item 好了，好，把它换成 item。好，你会想说，为什么老师改这么快？我这么两边都改好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快速键，这快速键就先不讲哦，在我们课程范围内。好，那我们现在呢，很快的把它改完之后呢，我先把它存档，好，再执行一次。目前的循环它会进到什么样的地方？它也是一样，它会从 range 里面把里面的东西一项一项拿出来啊，把里面的 item 一项一项拿出来。所以它第一次拿的是什么东西？第一次它就当然是拿 A， 好，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循环 A。好，第二次就拿 B， 再是拿 C， 再拿 D， 再拿 E。OK， 就是这样子哈。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简报上继续看哦。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案例是要印出水果，不过这个水果跟我们刚才已经做那个 A、B、C、D、E 的这个意思已经一样了哈。好，不过没关系，我们很快的看一次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直接对我们这个串列清单把它放上这个苹果啦、香蕉啦、橘子、柳丁连入。好，不要忘记哦，所有的文字要么用单引号去做方装啊，要么用双引号去做封装。好，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境要用单引号，要么什么情境要用双引号，就根据我们在目前的文字里面到底会不会用到这个单引号或双引号。通常我们会把它避开，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 for 回圈指定某一个名称叫做 target。然后在什么地方？在我们这个水果的清单里面，那它在每一次循环里面呢，都要去输出什么东西？都要去输出我们的这个 target， 输出我们的 target。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把我们目前在这个清单里面的这个水果名称一项一项印出来。所以当在第一个循环里面，它会印什么东西？它就会把苹果印出来。接下来它就把香蕉印出来。在下一个循环就是橘子，再就是柳丁，再就是莲雾。依这个顺序，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它基本上这个 for 回圈，它是属于 for each 的方式一项一项拿出来。好，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案例呢是在我们这个 for 回圈里面呢比较经典的这个99乘法的案例好，那首先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为这个 x 去产生一组数字清单，而这清单里面呢必须要包含0到9。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方法，就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个 range 它是一个这个关键字。只是我们刚才把它当做变数去做使用
这个 range 这个关键字呢，它本身提供的方法，它可以帮你去产生一组数列。好，例如说我们 range 括号4，我们讲说方法嘛，方法就有括号。这个括号里面呢，我们把10放进去呢，它就会产生从0开始的数列，总共产生10个，所以就是0、2、3、4、5、6、7、8、9。好，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说它这个 range 里面的东西哦，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在过往的这个方法里面啊，你可以直接把它印出来。可是，在 Python 3里面呢，它就稍微有调整一下它的做法，你必须要使用 list 这个方法，先把 range 的内容转换成 list 啊，变成串列清单之后，你才有办法把它印出来。好，不过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进到电脑上面再去做练习啊。首先呢，我们先定义 x，x 的这个变数呢，等于我们这个 range 括号10哦，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透过这个 range 这个方法产生0到9的资料。好，接下来呢 y 也是一样，y 我们是如法炮制，也是一样产生0到9的资料。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 for 回圈里面去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把这个 x 跟我们的 y 去做相乘。好，然后它相乘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99乘法表哦，把它输出，把它列印出来。好，那实际上呢，我们就直接在电脑画面上面进行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一样回到我们的档案总管，然后就去加一份新的文件哦，叫做 ES06 点 py。好，然后呢，我们就来做一下我们这个99乘法的部分。好，首先呢，我们这个 x 哦要去定义一个串列清单啊。当然，串列清单你可以用这个什么括号0啊，好，这个1，等一下，好，1啊，然后2啊，3、4、5、6、7、8、9，好。那如果你需要更长的清单的话，你会发现哦，这种做法其实它不是这么实用哦，因为这个自己打速度太慢了。好，所以呢，在这个 Python 里面它有提供一个方法叫做 range 啊 ，range 哦 range，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range 虽然它是个方法，可是我们刚刚先把它拿当做变数去做使用了哈。好 ，range 10代表是什么意思 ？range 10它所代表的就是它会帮你产生0到9啊，我怎么知道它真的是0到9？好，基本上我们就可以透过 for 回圈，好 for 回圈，然后跟他讲说我们现在目前的索引值假设是 i。好，然后呢 ，i 在什么地方 ？i 在我们的 x 里面。好，然后呢，加上我们的这个冒号，然后我们试着把每一个 i， 把它印出来，把每个 i 印出来，好，执行看看。好，所以这里可以确实看到0、1、2、3、4、5、6、7、8、9，它确实有把这个数字给印出来。好，这个我们先留着，我们这个先留着，好，放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现在还要再定义一个 y。还要定一个 y， 好，这个 y 也是一样哦，我们要做这个 range 0到9，好，所以它就是 range 10，好，范围到0到9。接下来我们要让我们这个 x 的每一个数字乘上我们每一个 y， 好，怎么去做这件事情？这基本上我们要用的就是槽状回圈，然后就是有2个 for 回圈，好，不断的这个叠加在一起，好，所以在这个 for 回圈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目前的这个 x 的这个 i 值，在什么样的地方？好，0、1、2、3、4、5、6、7、8、9，好。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再做一个回圈啊，假设是我们这个 j 好，那这个 j 呢是从哪里取出来？从我们的 y 取出来，好，从我们的 y 取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在里面啊 print 我们的这个 y 的话，y 是0到9哦，所以这里每一个项目应该是 j， 好，每个项目是 j， 好，我们执行一下，它现在是属于一个槽状的状况哦，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数字现在没有那么明显看得出来哦，所以我们修改一下哈。这个地方它是属于 x 的部分，好，所以我们就是写一下这个 x， 好，然后它目前的 i 的位置，好，目前 i 的位置，好，那以上我们用格式化的方式，好，那下面呢这个把它改成这个目前的 y， 然后以前目前的 j。也是这样执行一下，好，所以我们从最前面开始看哦，所以在这个回圈里面呢，一开始你的 x 当然是0，一开始它是从第一个取出来嘛，从第一个取出来它是0，好，接下来呢，它会进到 y 的回圈 ，y 的回圈它就是从0到9，所以你就会看到，在这个回圈里面，它会先跑 y0、y1、y2、y3、y4、y5、y6，一直到 y9，到 y9之后呢，它是不是它东西都取完了？这边的程式码区段，它都取完之后，它就会退回去取第二个 x， 第二个 x 是什么？里面的东西是1。好，所以呢，当它进到这个程式码区段里面，它又会再去做一次这个 y， 然后把这个 y 里面的每个 j 把它取出来。所以呢，你会看到又是 y0、1、2、3、4、5、6、7、8、9。好，接下来呢 x 来到第二次，以此类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乘法的运算了。好，
那上面这个呢，这是我们做测试的这个程式码，不需要我先把它注解起来哈。在 Python 里面去做注解，就是把我们的程式码前面上一个井号，上一个井号，它就可以帮我把这一段程式码先把它注解起来。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是 print， 好，也是用 format 格式我要跟他讲说，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这个 x 就是我们的 i 的位置，要乘上我们的 j， 好，乘上我们的 j， 好，这个 j 呢就是它从我们这个 y 每次都取出来，好，然后呢，它会等于某一个数字。好，等于某个数字。好，这某个数字我们先不做我们先试看看，现在目前的功能是不是正常的？我来执行一下。好，我把这个往上拉一点点。好，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目前它就是0乘0，这个0是什么？这个0就是 i 的部分，后面这个0呢是 j 的部分，所以在0乘0、0乘1、0乘2、0乘3，然后呢0的系列跑完再是1。然后这个1呢，它基本上也是从0开始10、11、12、13整个跑完，一直跑到什么地方？跑到9乘9为止跑到9乘9。所以呢，这个问号里面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了，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格式化的方式，所以这里我们就用一个大括号，然后呢，这里面就做我们的运算了。我们的运算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i 值，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i 的嘛，然后呢乘上什么东西乘这不要用 x 不要用这个叉叉，这叉叉是我们在前面去做表示的如果你要去做运算的话，一定要用乘法的乘一定要用这个运算符号i 乘上 j i 乘上 j 那它就会把这个结果放在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我们把它存档之后呢执行看看。好，这就是我们目前99乘法的案例，我们看一下，基本上应该不会错啦，因为毕竟是电脑算的0乘0、0乘1，任何数乘以0都是0。好，1乘0还是01、1、1、2、1、3、1、4那我们直接看9系列的9的话就是9、19、9、28、93、27基本上到99、99、81这个地方都没有错。好，这个呢就是我们透过 for 回圈，然后呢多讲了一样东西叫做 range 的这个方法range 方法它可以帮你产生一组数列产生一组数列，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x 的回圈里面再搭一个这个槽状的回圈 y 然后就把它每一项这个 x 每一项都是指到 i 身上把 y 的每一项都指到 j 身上，接下来我们就把 i 跟 j 去做相乘，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了得到我们的结果。好，我们再回到我们讲义上看一下坏回圈，坏回圈呢是一种含有判断条件式的重复结构在满足判断条件式的情况下这个坏回圈将会一直不断的执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圈的概念结构在这里面呢，当然会有这个坏有这个关键字，在这个关键字后面呢，就会有我们这个判断条件，在判断条件后面也是一样，不要忘记补上我们的这个冒号去做收关。只要有冒号的话，它下面就一定会有一个程式码区段它当然会去做一个这个4个空白推进。好，那这个区段呢，我们现在就会把它叫做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的这个程式码循环区段，也就是说。当它每一次的这个判断条件都是成立的，它就一直不断在里面去永续循环，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它不再去满足它的判断条件，它才会离开这个循环区段，进到我们的行设这个条件不成立的序数 B。好，那我们接下来直接来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要去求1到 n 的总和。那首先呢，我们会先去设计一个 data， 这个 data 里面呢去放一组数字清单例如说0到9。好，那因为这0到9，我们后面要直接去做操作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换成清单。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range， 然后呢，在里面写上10。这10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从0产生10个数字所以就是0、1、2、3、4、5、6、7、8、9。然后呢，要把它转换成这个清单。转换清单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到这个 list 的方法里面把它放进去之后，它就会帮我把这个 range 里面0到9资料转换成一个数字清单，并且把它放到 data 里面去。好，接下来我们要去设定一个索引的参考值叫做 index。我们就把这个 index 的变数设定为0，然后还有设计一个这个计算1到 n 的这个加总的结果它的变数 sun 也是这样。首先我们也是先把它设定为0。好，接下来我们就会使用这个坏回圈去建立这个重复程式码的区段，并且呢透过这个 index 去做它目前的计算的这个结束，就1、2、3、4它的这个 index 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去做这个判断。好，在它每一次循环里面呢，我们都会去把这个加总值去做一次加总。接下来呢，也同时会为 index 去做一次递增。好，最后呢，当它这个一直不断的这个回圈去跑到它结束的时候，所谓的结束就是说它不再满足它的条件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去离开。好，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计算的结果去把它去做输出。好，我们实际呢在电脑上面进行一下。
首先呢，我们也是一样，在档案总管这个地方呢，去加一份新的文件啊，叫做 ES07。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 data 先把它写上去哦 ，data。那么这个 data 呢，要去计算0到9哦，这个它的加总值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串列清单哦，在上面去写0好，然后呢1好2、3、4、5好，以此类推，把它写到你要的数字好。那这个方法它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好方法，所以通常我们会使用什么东西？我们会使用 range 啊 range 好 range， 让它帮我们产生10个数字。这个数字它是从0开始产生的，总共有10个，所以是0、1、2、3、4、5、6、7、8、9。好，那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先透过 print 把它印出来，先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好 ，data。好，那执行方式呢也是一样，直接按下 F5啊，执行一下。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目前的 data 它印出来，它的资料跟你讲说它是一个 range， 然后从0啊总共有10个，这不是我们要的0、2、3、4、5、7、8、9哈。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在 Python 的第3代里面，它这个 range 的方法有稍微去做调整哦。如果你需要拿到这些数字的话，你如果要拿到这些数的话，你必须要再去做一次的资料转换哦。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让我们的 data 好等于什么东西？等于我们的 list， 我们可以透过 list 把我们这个 data 放进去，去把它转换成串列清单。好，我们再执行一次。好，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要的清单0、1、2、3、4、5、6、7、8、9，好，这已经没有问题了。好，然后这个暂时用不到，我先把它注解起来。接下来呢，我们要在上面要去做2个这个变数哈，一个呢是我们这个 index 索引的部分index 的话我们就从0开始，好，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加总值sun，我们也是要从0开始。好，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回圈，那在这回圈里面，我们要去把我们这个加总值把我们目前这个 data 里面资料一项一项把它加起来，以及在每一次加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去把 index 去做一次这个索引值的递增。好，所以呢，我们就先把这个file关键字先打上去。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判断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我们要去判断说，当它的 index 如果小于它目前 data 的资料长度的话，它就要去不断的在里面去做计算，直到它不再小于我们这个 data 资料长度，那我们才会去离开它。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打上 index， 然后呢，小于什么东西？小于我们的 data。这个基本上这个写法不是很正确因为 data 它是像是什么？它是一个串列清单，里面是0、1、2、3、4、5、6、7、8、9。如果你要去计算里面的资料到底有几个我们可以使用 len 使用资料长度的方法。然后呢，因为它是方法所以我们用括号把 data 放进去。这时候呢，它就帮我们把这个 data 里面的数量计算出来。所以这个 index 它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它会先去做这个加总它会有去做递增的部分。然后呢，加总的部分它会从我们 data 里面把每一次透过 index 把资料把它取出来，然后去做加总。好，所以我们现在file关键字后面有我们这个条件式。好，那这个条件式后面呢，记得不要忘记使用分号的这个收关符号。好，那冒号的这个收关符号。然后接下来按下 Enter 之后，接下来才是我们的这个重复的程式码区段。在这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加总值等于我们的加总值加上什么东西？加上我们目前 data 的索引位置。这索引位置基本上我们就是拿 index 来去做索引。好，那我们这个索引呢，每次它都会增加一次啦所以让它的那个资料才有办法从0、1、2、3一直不断往上去那这 index 呢，就是 index 加上我们的1去做一次递增。好，它会递增到什么时候？它会递增到没有满足它的时候。没有满足它的时候，所以呢，当它没有满足，它就会离开离开之后我们就退出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结果给印出来。好，这里呢，我们基本上是1加2加3加一直加到什么地方加到10。好，等于我们的目前的加总值sun。好，那我们实际上先来执行一下来，我们也这样设中断点看一下，设中断点看一下来执行。好，首先我们的 data 呢，它现在已经走过，它是range 10，range 10是什么？range 10就是从0开始，总共有10个。在这里呢，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取到 data 里面资料，因为它 data 现在并不是一个串列清单，所以我们会使用 list 去做转换。所以我们步进一次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目前的 data 就转换成什么东西？转换成0、1、2、3、4、5、6、7、8、9，总共有几个？总共有10个。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让 index 变为0把这个加总值变为0。好，那现在要出来了，在我们这个变数清单里面，像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个 index 索引值以及我们的加总的这个数字。好，
接下来就进到我们回圈的部分哦。在这个回圈里面呢，它要先去查看一下它有没有满足这个条件，有满足才进回圈，没有满足它就会离开。好，所以现在 index 为多少 ？index 现在为0。那我们的 data 呢？现在目前 data 里面是什么？像 data 里面有0、1、2、3、4、5、6、7、8、9，它的第0个索引为0，第1个索引为1啊，因为它刚刚好是一对一对的。好，那它的资料长度呢，总共是10。那我怎么去取得资料长度？你就使用LEN 的方法。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什么东西？我们也可以透过终端主控台哦，在这里去做一下简单测试哦。透过 LEN 去取 data 的话，我们现在拿到的资料就是10。好，所以这个数字10呢，哦，以及这个 index 它像是0，所以这个0有没有小于10？哦，它肯定有符合，哦，肯定有符合。所以接下来它就进到我们这个区段里面。在这个区段里面呢，我们现在目前的加总值是0。这个0呢，它要取 data 的 index 为0，哦 ，index 为0。那这个 data index 为0是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它就是我们现在数字0。我们现在目前呢 data 是什么 ？data 它现在是0、1、2、3、4、5、6、7、8、9，哦，有这些资料。如果我们去取第0个，哦，如果我们去取第0个，哦，它资料当然会是0。哦，我如果去取第5个，哦，取第5个是怎么去算？0、1、2、3、4、5，好，这是第5个。所以呢，它就数字刚好就是5，把它数字刚好就是5。好，来，所以呢，这个 data 去取 index， 它就可以把每一个在 data 里面的资料去取出来哈。当它取成功之后，哦，目前加总值为0，哦，加上目前 data index 的位置也是为0，哦，所以0加0为等于0，啊，指向到0。好，接下来呢 index 就会去做一次递增，去做加1，加1的结果呢，它会放到这 index 身上。像目前还没有放进去哦，我们必须要去步进之后，你就会看到 index 为1。好，所以接下来呢，当它跑完这一段程式码之后呢，它不会直接离开哦，因为它现在是在一个循环的程式码区段里面，所以它就会回到我们的while回圈的起头，再去做一次判断。它也是这样，它会去看一下目前的状况 ，index 1有没有小于10？这个10哦，就是我们 data 资料长度为10。好，如果它有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就继续进到我们的回圈区段里面去。好，所以呢，我们像这个 index 为1啊，所以我们就看我们的 data 的这个1啊，它现在目前的1呢，它就是这个 index 1得到了资料为1。好，所以呢，就会变成目前加总值0加上1，所以我们加总值会变成什么东西？目前加总值就会变成1，那这个地方就看得到了。好，然后接下来呢 ，index 它要做的事情是 index 加1，所以往下走之后呢，那我们的 index 就会变成2。好，所以接下来它也是一样，不断在里面去做判断，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它不符合这个条件为止。好，所以我们就继续，我们就手动的方式让它很快的走一下哦。我们现在的 index 呢，来到5，来到6，来到7，哦8，我再走过去都变成9。好，已经到9了哈。目前9有没有小于我们的10啊？肯定还是有啊，继续往下走。接下来来到 index， 哦 index 加上1之后会变成10啊。现在的10呢，有没有小于资料长度10？哦，除非我们有用等于啦，啊，现在肯定没有了哈，那肯定没有，10并没有小于这边的数字10，所以呢，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它就会退出，哦，它就会去执行我们这个外面的程式码的这个内容，然后好，所以呢，接下来它就会把这个结果印出来哈。这个我们回到终端机看一下。目前1加2加3加到最后呢，加到10，得到的数字为45。这个如果有实际上去做过这个计算，会发现说这个数字好像哪里怪怪的，好像不太正确。好，没有错哦。因为我们像 range 虽然设定为10，可是实际上它计算范围是什么？计算范围是只把0加到9，哦，把0加到9，它并没有加到10哈。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去做解决？这时候可能有一些同学就会想到说，哎，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刚刚的 index 嘛 ，index 当它10的时候，它这个地方也是10，它并没有小于，并没有满足，所以它离开。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改成等于的话，哎，它是不是它就有机会哦，可以去计算到10？那实际上啊，也是这样执行一下哦，来存档执行一下。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直接先取消这边的中断哦，让它直接执行到底，执行到底。好，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了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呢 ，index 它确实已经进到10了啊。index 为10，加总值现在也来到了45。那这个10呢，它有没有小于等于右边的这个长度10啊？确实是有啊，确实是有，因为它有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它才会进到这个地方。好，进到这个地方呢，它跟我们讲说，这个 data 它要取 index， 这 index 像多少？像 index 是10，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data 的 index 为0的话为0，1为1，2为2，好，到9的时候为9。那有没有 index 为10？哇，惨了，
这个地方确实没看到，没有好，我们都不相信这个眼睛没看到。来，我们在终端主控台里面再试一次哦。目前的 data， 好，目前 data 里面有0、2、3、4、5、6、7、8、9，好，这 data 如果取这个第0个，好，取 index 为0的话为0，好，取第5个的话为5，好，取第9个的话为9，好，好，没有错啊。取第10个呢？啊，取第10个呢？啊，把这个往上拉一点点。好，取第10个的时候，这里是9，第10个的话，它不在这里面哦。你会发现它没有第10位啊。第10位它跟你讲什么？这个清单的 index 它已经 out of， 它已经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了，它已经 out of 了。好，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虽然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使用小于等于的方法，虽然它确实有符合条件，可是我们资料并没有准备给它，我并没有准备给它。好，所以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呢，就变成说，哎，我们应该要提供它0到10，然后0到10的话，基本上就要取11位，好，这要取11位。好，所以呢，这个就不要用小于等于了哈，不要用小于等于，就是单纯就是小于。好，那我们再执行一次哈，执行看看。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1加2加3加到 n， 好，像目前 n 为10啦，所以它基本上等于无数啊，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没有错了哈。可是呢，我们还可以再去精进去做一些调整，怎么去做调整？首先呢，这个10哦，是我们是固定的值，我们希望呢，它能去真正去显示什么东西？它能把我们的 n 显示出来。它可以帮我们 n 显示出来，所以这个 n 呢，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定义啦。我们 n 的话，我们就找个位置啊，把它写下来哦，再找上面一点。好，我们就定义这个 n， 好，等于10。好，所以这个地方它应该就给我们显示哦，1加到 n 哦，等于我们加总值。可是呢，我们现在这个 range 没有出来，因为发现这个 n 是10，跟这个 range 好像有点不相符啊。不过没有担心啦哦，这个呢，基本上我们就是 n 加上我们需要多一位。我们需要多一位哈，因为我们这个值啊需要多一个，因为它是从0开始的，它并不是我们这个 n 的值。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取 n 加1，就可以去算到我们预期的这个位置哦。来，我们执行一下。好，目前的执行结果呢，应该跟我们原本的设计一样哦，1加到 n， 目前 n 为10，好，所以它等于55。好，那如果我们的 n 为100的话呢？它这个 range 它会去做什么事情？它就会去做 n 到101，好，也就是说它会0、1、2、3一直排到真正的100。那这个100它的 index 位置就是101。好，来执行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程式码上面就可以看到哦，这个1、2、3一直加到10的话，它得到的结果就是505哦，得到的就是505。好，那这个呢就是求1到 n 的这个总和。我们的后面呢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变化的方法啊，这请各位同学他自己这个去练习一下。好，坏回圈里面呢还有2个特殊运用指令哦，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下去做操作。第一个是 break，break 呢通常我们都还会去搭配一些判断式啊，我们通常不会直接去操作使用哦。当你在这个循环回圈里面当它符合它里面的某个条件判断式，然后呢发动了这个 break， 那它就会使目前的循环程式码直接终止啊，或者跳出。其实比较正确的讲法是，它会直接离开这个回圈的循环程式码区段。那它这个时候它就不管哦，你在这个回圈里面还有哪些剩余的指令，或者说你还有哪些叙述还没有完整，还没有进行，它不管哦，只要看到 break 就立刻离开目前的这个回圈的这个循环，好，就直接离开啊。可是我们在某些情境里面呢，我们可能不是要求它直接离开，我们只是说需要它能跳过这个回合啊。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使用的指令就是 continue。这 continue 当然它也是搭配我们的判断式啊。当你的这个判断式符合这个条件进到 continue 的时候，当你的程式码看到 continue， 它会直接进到下一个回合它会回到我们这个while回圈的最前面，重新再去看一下你目前的条件有没有满足它。如果满足它的话，它就会再进到我们的这个循环程式码里面；如果没有的话，它才会正式的离开。好，那在这里也是一样哦。当你在你的循环回圈程式码里面使用某个判断式，让它去进行 continue 这件事情的时候，当它发生的时候，即使它下面还有其他的这个程式码，或者还有其他的指令还没有完成它也是不管的直接回到最前面它跟 break 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break 它是直接离开这个回圈的程式码，就直接出去了。可是 continue 呢，它会回到这个坏回圈的最前面，重新再去做一次条件判断，看它有没有符合目前循环回圈的条件。如果有的话它就会直接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走，再进到我们这个循环回圈里面继续往下走。如果没有的话它当然就会离开。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